我是林卡卡。你有没有听过 PUA 这个词啊？这个概念这几年好像很火。我查了半天，目前网络上流行的 PUA 是指一些贬低他人、情绪勒索、精神控制、道德绑架等等一些行为。那它可以存在于所有的人际关系之中，包括情侣、亲子、职场、友情等等。那我做完研究之后呢，就对比自己的情况，发现，妈的，我被 PUA 了好多次啊！那我今天就总结出了6种最常见的 PUA 手法，快一起来看看你有没有中招。第一招呢，叫服从性测试。服从性测试，简而言之就是通过不断的来试探你的底线，让你变得害怕、敏感，从而达到精神控制的目的。讲的难听一点，就是驯化。没错，就是训动物的那个训。比如说，你是一个职场新人，然后同事之间聚会的时候，领导跟你讲：“小李，这口酒啊，要一口干，不干就是不给我面子。”那你可能不太喝酒，或者是不想喝，你又会说：“啊，那我以茶代酒可以吗？”然后他就说：“你怎么能以茶代酒？这太没有诚意了，看不起我是不是？”还有一种呢，就是领导可能半夜10点、11点打电话给你，喂，小王啊，我这边有一个非常非常紧急的报告，你今晚做完发给我。这2个例子呢，都是很常见的职场上服从性测试的例子。那服从性测试最常见是出现在亲子关系和职场关系里面，因为在权力不对等的时候，你会相对来说比较容易听话或者是妥协。当然，在控制型的情侣或者是友情关系中也会出现。第2招就是打压、贬低你，尤其是在公共场合。有没有过这种经历？大家一起在外面吃饭聊天，他们说着说着就会说：“你怎么这么笨啊？你真的好蠢哦！你今天这穿的什么衣服啊？你的妆也化得真的太难看了吧？”这个时候，尤其如果你们不是很熟，就心里自然而然的会反感，然后说：“你干嘛这样子说我啊？”然后呢，他就会说：“你干嘛这么大反应？我只是在开玩笑，你真的很敏感你这人真是连玩笑都开不起。”这样反而你会想说，真的是我太敏感了吗？是我的感受不对吗？这种方式呢，就是开始让你质疑自己的理解和感受，从而慢慢丧失了自尊心和自信心，而变得自卑。第3招是让你产生内疚感。不知道你的父母有没有跟你说过，你知不知道我每天工作这么辛苦，都是为了你？我为了你付出这么多，你都不懂得感恩吗？或者是你的另一半跟你说，你天天忙着工作都不陪我，你是不是不爱我了？这些呢，都是通过引发你的内疚感，让你觉得好像真的很对不起他们，从而呢去做他们要求的事情，听从他们的控制。那被长期愧疚引导的人呢，容易有非常沉重的情感负担，自我怀疑，我是不是真的做了来伤害别人感情，做了很不好的事情，久而久之呢，就会有很严重的自我怀疑。第4招是否定发生过的事情。明明发生过的事情，在你的心里留下了很大的阴影，可能晚上睡觉的时候都在想，天哪，他怎么能那么做，他怎么能那么说。那可能后面你还是想跟那个人维持关系，就想说把这个结给他解掉的时候，对方会说，我从来没有做过这件事情，这个事情没有发生过啊，我没有说过那种话，我从来没有打过你、骂过你，是你记错了，你是不是想污蔑我？你有妄想症吧？这个方法呢，就是一直去强调说你的记忆是错的，你错怪了我，而且他们会说的非常非常非常真，好像很委屈的样子。这种呢，你就可能会开始怀疑自己的记忆是不是真的出了错，从而认知系统崩塌。
第5招是控制你的生活。这种呢，比较经典的一个名词就是为你好，我做的什么事情都是为你好。比如说，不允许你一个人出门，因为我是为你好，外面太危险了。今天你本来要去跟朋友聚餐，结果要求你去给表弟辅导作业，然后他们会说是为你好，你外面的都是狐朋狗友，只有家里的人才真正信得过。让你结婚生孩子，他们会说为你好，这样你的人生才有保障，你才是一个完整的人。这个时候，如果你一旦没有正向的回应说，可是我就是想去聚餐，我就是不想生孩子，我现在自己还是个孩子，他们就会出现很剧烈的情绪波动。当然了，当对面出现情绪波动的时候，尤其是在家庭关系或者是比较近的情感连结的人的时候，我们的情绪也很容易受到波动，然后就会想说，你为什么一定要管我？我就是不想这样子。OK， 这个时候转折来了，对面会立刻摆出受害者的姿态，他们会看上去非常委屈，说你看你情绪这么激动，怎么有办法跟你沟通啊？然后在这种情况下的你会非常容易觉得很无助、很绝望。明明是对方不讲道理，结果最后变成了你无法沟通啊！我相信这一招其实是蛮多亚洲的小孩都有经历过的，哎，真的很难去处理。第6招呢是孤立和挑拨。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就有一天有个人过来跟你说，哎，你知道吗？其实谁谁谁昨天在一起吃饭的时候说他不喜欢你，说他觉得你怎样怎样，你知道吗？然后你就变得很生气，想说，哇，怎么会这样？这个人怎么人前一套背后一套啊？明明他之前跟我关系都很好啊，亏我还拿他当好朋友。然后呢，你就开始跟他变得疏离。这种方法呢，主要是通过让你切断跟其他人的连结，觉得身边的人都不值得相信，好像没有人可以依赖，只有这一个人我可以信得过。这样下去，你就会变得孤单一人。所以提醒一下哦，如果有什么人主动过来跟你讲说，哎，谁在背后讲你坏话什么的，在生气之前呢，可能先退后一步想一想，他为什么过来跟我讲这个？他跟我讲这个对他有什么好处？对我有什么好处？有没有可能是有什么意图在里面？确实有些时候他可能是出于好心，让我们小心那个人，但尤其是这个人并不是跟你很熟的时候呢，你就会想，是不是有一些原因在里面，或者是这个人另有所图？因为其实不只是别人会说你嘛，说实话，我们可能在跟一些朋友一起出去玩或者是吃饭的时候，可能会聊起某个人，然后我们就自然而然的附和了1、2句。那我们这种情况下，并不是说出于真心的说就去严肃的评价这个人，但这个时候，如果你的言论被添油加醋的加了很多料被说出去给另外那个人听的话，那我们很明显就知道这个人他没有安什么好心的。所以当你是那个被传话的目标的时候，可能也是要去想一想这个人到底有什么目的。我自己认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感情可能还是通过就亲身的体验和经历去感受会比较准确。OK， 以上就是这6招，不知道你听完之后有没有什么感觉？会不会想说，完蛋了，原来我真的被 PUA 了这么多年，没有想到他是这种人，他竟然这么对我，那我后面要马上跟他切断关系，或者是我要去找他讨个说法。可以先等一下。其实呢，我们要知道，虽然这个社会上真的有一些人是通过学习 PUA 这种方法去做一些危害人间的事情，但很多时候呢，我们身边的人，即使是他做出了 PUA 的这种行为，但他不一定是有心去做的。他们可能并没有意识到自己正在情绪勒索或者是尝试控制你。
比如在亲子关系里面，父母会希望你努力读书，有好的成绩，然后找个好的结婚对象等等。他们其实是有好的意图在里面的，他们是希望你的人生顺利且成功的。只是呢，由于他们的生活背景啊、本身性格以及教育程度等等的原因，让他们其实不懂得怎样才是正确的处理方法或者沟通方式，所以让你感觉到情感上受到了伤害。而且很多时候，PUA 的加害者曾经也是 PUA 的受害者。然后呢，当他们再进入一段关系，可能成为了父母，或者是跟别人谈恋爱等等的，在这个时候呢，他们就会透过自己以前的记忆和经验来做出一些类似的行为。所以呢，如果你真的确信自己是被身边的人 PUA， 并且这个关系并不是说断就能断的，我们到底应该如何自救呢？这里有4个方法。第一是记录事实。PUA 的结果其实就是让你不断的自我怀疑。那当你在感觉到好像被 PUA 了的时候，可以尝试记录下来当时发生的场景、事情的经过、人物、对话等等。通过这种方法呢，可以让你比较理性的来判断，看看这个事情是不是符合 PUA 的特质。它可以帮助你破除可能是自己太敏感，或者是我的认知是扭曲的这样的认知，从而认识到被 PUA 了这件事情真的不是我的错。第二种方法是要相信内在的感受。被 PUA 久了的人真的是很容易怀疑自我，怀疑是不是真的我太敏感，我的情绪波动太大，我不太容易沟通，甚至严重的呢会认为我是不是有精神病，这是非常正常的。而且被 PUA 久了的人真的是比较容易产生一些心理疾病的，比如说抑郁症焦虑症等等。但是呢，即使是这样，这也不代表是你的错，所以我们依然要聆听自己内心的声音，相信自己的感受。如果你真的在跟一个人相处的时候感觉到很不舒服、很压抑，或者是在一个环境里面你真的很不开心，觉得再继续这样下去真的一点意思都没有，那在这种情况下，很大可能不是你的问题，而是身边的人或者是环境出了错。第3个方法呢，是要寻求外界的协助。虽然刚刚讲了说你要相信自己不要自我怀疑但当你真的已经习惯了是这样的思维模式了之后，这不是一朝一夕可以改变的。尤其是很多时候你已经习惯了在这样的关系里，即使是扭曲的关系，它也是相处的一种方式，久而久之也真的会习惯。所以呢，不要对自己太严格，可以尝试去找一些专业的帮助，或者是参加一些互助小组甚至是在网络上匿名发言跟别人讨论都是可以的。你一定要相信你绝对不是孤单的，这个世界上每天都有无数的 PUA 事件在上演，有人际关系就有 PUA， 就有情绪勒索，所以不要害怕。第4种方法呢，是建立自己的防御系统。最好的方法就是物理隔绝，比如说情侣的话就分手，家人的话就可能尝试住得远一点等等，那就尽量让自己减少跟这些人相处的机会，这种是最有效的方式。但很多时候就不一定可以做到，你可能会不舍得或者是当下的条件不允许。那这样的情况下呢，一种很有效的方法就是尝试去打破对方的逻辑。比如再有人跟你讲，除了我根本没有人受得了你的坏脾气，这时候你可以把他这句话拆分，他说是你有坏脾气，然后除了他没有人可以受得了，那你可能真的是有脾气的问题，但这也不代表是只有他受得了，或者是他就可以因为这个来肆意的指责你。那你就可以说，我承认我在情绪管理方面确实是有提升的空间，但这也不是你随意指责我的理由等等。还有就是那种恐怖情人，
就是那种如果你跟我分手，那我就不活了，通过这样威胁自己生命的方式来威胁你。这个时候的反制方法就是千万不要觉得他的生命是你的责任。如果他真的说出了这样可怕的话，一定要报警，或者是让他的家里人来处理，这不是你的责任。讲到最后呢，一定要提醒大家，我不是一个专业的心理咨询师，我只是因为自己也有一些情绪问题，所以会对这一些如何疗愈自己，如何发现人际相处之间的问题这种话题比较感兴趣。我其实也在做影片的过程中，正在慢慢的自我疗愈。所以如果你感觉到自己的情绪问题或者是心理问题已经很严重的话呢，请一定要寻求专业的帮助。最后的最后，请你一定要相信自己的感受。如果在关系中受到伤害，请记得错的不是你，而是加害者。希望你能建立健康的关系，并且自信自足。谢谢你的观看，那我们下期再见啦，拜拜。